敬礼。当稽查安检员向面前的一捧黄土，这以最崇高的敬意时，82岁的女儿眼里瞬间泛起泪光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在怒江东岸的山坡上，有一个名叫刘坤然的远征军副营长墓地。村民杨宝清和他父亲为营长守墓71年。刘营长，你是咋认得的呢？你就没在12岁了嘛？刘营长发表，你就是说病就记住啊，记到现在。1942年，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，刘坤然所在的71军87师驰援滇西，扼守怒江，与日军对峙2年。1944年，滇西大反攻前夕，刘营长为侦察敌情，被日军发现，牺牲在怒江西岸。刘副营长是一级青呀，才27岁呀。没上这天是衡量这下恐怕上不去呀，就拿这种风就堆起大狗屎花开呀，一个月季这来就拿一种的茶叶，等着搞点的那几张架起打。营长的战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，请杨宝清的父亲照顾墓地，并告诉他，等战争胜利了，他们会来接营长回家。这支部队后来再也没有回来。父亲去世后，12岁亲历过营长葬礼的杨宝清继续为营长守墓。2015年11月，士甸县民警郭英勇一行组织重走远征军的活动，沿着怒江到了埋葬刘营长山坡上。时年84岁的杨宝清迫不及待地向民警郭英勇讲起儿时记忆里的那场葬礼，讲起父亲的嘱托，讲起自己守了一辈子的墓。说到最后，他问民警能不能帮刘营长找到家。老人浑浊的眼里满是期盼。当时我们就在想，无论他家在他的后人在哪里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的后人。然后回到家以后，上网就搜了刘坤然这个名字，刚好就发现他的女儿就在网上发帖，在找他的父亲。在帖子里，刘真来言辞恳切地说，哪怕是知道点滴情况的也好啊。帖子留有电话，但已经打不通。喂，郭英勇没有放弃，他马上发布了寻找刘坤然后人的帖子。帖子发出去以后，得到了蒙阴县很多人的支持，点到了第1条，不到20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有人留下电话说他认识刘真兰，我就马上打电话过去。电话打过去，接电话的刘真兰第一反应却是不信。他说：“你别信啊，那都是骗子，这些年岁咱都没走走，人家怎么给咱走走了？不可能啊！”直到父亲墓地的信息被证实，刘真兰开始坐在沙发上哭。那是的嘛，因为过年过节也都容易伺候一和睦，你怎么父亲？刘真兰说，1938年日军进犯山东龙阴，大柏毅然报考黄埔军校，参加了部队。她走后，妈妈一个人拉扯4个孩子，一直不肯改嫁，等着丈夫回家。俺婆婆难啊，真是还是个小脚，带着4个孩子，领着出去要饭啊，出去逃荒啊，她也没把这个家舍了，就等着俺公公回来。就和我母亲说的时候，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老娘都会哭一场，因为她毕竟她在盼。家里曾收到过云南的来信，说刘坤然负伤了，但当时因为山东龙阴是沦陷区，没有办法前往，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1960年，刘坤然的侄子刘正杰从甘肃回到老家探亲，他明确地告诉刘坤然的妻子，叔叔已经战死。刘正杰也毕业于黄埔军校，他曾收到过叔叔战友寄来的安葬地图，但是地图后来不幸丢失。刘坤然的妻子不肯相信，她坚信丈夫只是受伤了。80年代，一位台湾老兵带回消息，刘营长的确牺牲了，并写了说明材料。营长的妻子才终于接受丈夫离世的事实。临终前，她告诉孩子们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儿子女儿多年来一直记着母亲的遗言，一定要寻找爸爸。俺和他父亲上了北京，找了好几个部门，找不上正头啊。我父亲和我三姑呢，一直是出去这个寻找，就是想找到一点音讯，结果呢，什么音讯没有。然而，知道父亲下落1年多，刘真兰迟迟没有动身去云南祭拜，我有些疑惑。专程去了他的家乡，是想去了解情况。后来我就问他的女儿：“你想不想去你的父亲的墓地那里去祭拜？”他就哇的就哭起来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身体不好，我身体不好。”从他这句话我就知道，他真的是想去。那次去，我带上了刘坤然上黄埔军校时的照片，82岁的女儿第一次见到爸爸的模样。俺什么话就最和他背。痛哭过后，他看着照片沉默了很久。2017年6月1日，82岁的刘真兰坐着轮椅，在亲人的陪同下前往云南施甸。在今天的航班上，有一位重要的客人，他是来自山东的82岁老人刘真兰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位女儿，并且向为国献身的刘营长致敬。跨越3500公里，刘真兰终于来到了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土地。守墓人杨宝清和村主任杨锡军早已等在路边。你是大女人呀！你是个大女人呀！坐在轮椅上的刘真兰被抬到了爸爸的墓前。第一次见到爸爸，刘真兰泣不成声。我带你回家吧，我的爹。他还带来了哥哥刘真禄的照片，哥哥找了一辈子，至死都没等到爸爸的消息。刘真兰本来计划要接父亲回家，但村民的情谊让刘家人深受感动，不仅重新修建墓地，还受到了保护和祭拜。他们放弃了迁坟的想法，带了一包土和坟前的倒钩刺花回家，让先辈的墓地依然留在怒江之巅，留在当年的战场。更让刘家人想不到的是，士甸县民政局出具了证明材料，确认刘坤然在滇西抗战时牺牲。这是刘家人收到的第一个官方证明，证明他们的亲人是这个国家的英雄。来故他乡73年之后，刘副营长被女儿捧在怀里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上，刘真兰始终将父亲紧紧抱在怀里。机场安检员向这位为国捐躯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奶奶您好，我们向您的父亲刘副营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表示深深的敬意。我们为您安排了舒适的头等舱，祝愿您身体健康。飞机抵达济南，当地志愿者得知消息，自发前往机场迎接。您辛苦了。爷爷，你终于回家了。你那从孙女都来给你磕头了。下葬那天，刘家后人全体出动，送刘副营长入祖坟。爹啊，
你那债主都给你在那花，我给你带回来了。你得好，你陪伴了你了，在这里啊，爹，你听着吧。空置了多年的棺木终于等来了主人，刘坤然终于和等了他一辈子的妻子相依而眠。刘副营长回家的故事似乎圆满落幕，但历史总会在不经意间给出更深的回响。几个月后，有朋友送给我一本书《雪泥红爪》，作者是一位名叫姚拓的马来西亚华侨，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位连长。他在这本书中有记载在滇西作战时的部分细节，其中就提到1944年刘坤然牺牲的场景。他说，刘坤然当时去对岸其实不是侦察敌情，而是去看对岸公路上的汽车，他想要一些汽车轮胎用来制作石壁的鞋底。姚拓的文章让刘坤然的故事更为丰满，历史就这样一点点清晰起来。他提到机关枪连的杨连长为刘坤然修了墓地，这让我想到施甸县一丘田的村民杨宝庆。在他12岁那年目睹的刘副营长下葬时的场景，机关枪连的士兵在两边的山头架枪对着天空扫射致哀，大大的声音响彻山谷。鞠躬。今年年初，我们再次陪同刘坤然的后代前往怒江之巅祭拜先辈。爷爷，这80多年了，你从家里来到这个云南地方进行抗疫，你是为国捐躯的，希望你在这边能很好，过得好。山风依旧掠过怒江，捎来3代人跨越山海的思念，也诉说着一个不变的真相：英雄从未远去，先辈的精神在代代相传中永不褪色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你咋了？2年来回家了。